戴尔会长，正当我苦逼嘿嘿撰稿拍摄做字幕的时候，瞥了一眼让我感动的视频数据。除了让我感动，我还看到了小破站要发卫星的消息，而发送的消息时间是6月1号，我是在6月11号才看到消息。是我的时间比较慢，还是……我连忙在 B 站检索了一下卫星的关键词，咦，竟然没有好心人介绍卫星种类的相关信息。不爱蹭热点的会长决定为了科普精神，好好说一说关于卫星那些事儿。停！小学科学课本都有卫星介绍，别来蹭热点碰瓷儿。那么会长问一问你，你知道第一颗发射的卫星是什么时候吗？知道最大最小的卫星各是什么吗？知道卫星分布的轨道吗？知道如何处置废弃卫星吗？那如果你都知道，请倍速看完，然后点赞评论。哇，好厉害！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人造卫星的发展要回到2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国之间基于导弹卫星和军备竞赛带来的太空竞赛。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地球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这个尺寸只有58厘米的小家伙，重量高达167.2斤，带有4个外部无线电天线的广播脉冲，使得拥有任何短波接收器的人都可以听到这个人造卫星发出的。而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开始，目前已经向太空发送了约8900颗卫星。除去退休之外，如今地球轨道仍有2666颗卫星正常运行。你以为从太空看地球是一个美丽蔚蓝的星球，但现实可能是这个样子。加上卫星、火箭推进器的碎片，16332颗飞行物在地球不同轨道围绕着地球。Space 公司制定了星链计划，一个项目到2024年会发射12000颗小卫星，也就是前一段时间使用龙飞船送宇航员到国际空间站的马斯克执掌的私人企业 Space。如果你还不知道马斯克的话，特斯拉电动车老板也是他。而根据19年 Space 公司提交给 FCC 的备案，他将准备在此基数之外额外再发射3万颗卫星。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的地球是怎么样子的。这么多人造卫星也不是随便乱飞，围绕地球旋转的便称为地心轨道，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便称日心轨道，围绕火星的，对不起，叫等距轨道。那么别问为什么，而到目前为止，地心轨道也是最常见的轨道类型。地心轨道又根据其高度、倾斜度和偏心率进行分类。高度上，距离地面180公里到2000公里的这层叫做低地轨道，也称为近地轨道，速度大约每2个小时绕行地球一圈。距离地面2000公里到35786公里的这层叫做中地轨道，速度大约每6个小时绕行地球一圈。距离地面35780公里的这层叫做地球同步轨道，绕行的速度也与地球自转周期一致，绕行一圈23个小时56分4.09秒。而根据轨道绕行的倾斜度又分为3种轨道，第一种是太阳同步轨道，也称为赤道轨道，顾名思义就是沿着地球赤道运行的轨道。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赤道，请回想一下，把一个西瓜对切2半，第一刀的位置就是了。第二种是极地轨道，就是沿着南北两极绕行的轨道。如果你手残对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疼和肚脐，那么恭喜你，你的第一刀切的不是赤道轨道，而是极地轨道。第三种是倾斜轨道，只要不是以上2种轨道，就属于倾斜轨道。也就是说，如果你因为手残把西瓜切成了2个大斜面，那就属于这种轨道。而根据绕行的偏心率来分，圆形的叫圆形轨道，椭圆的叫椭圆轨道。所以满天繁星的地球不只是这样子，再远一点可能是这样。知道这些飞行物的运行轨迹之后，而根据卫星的应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目前对于卫星的分类方式有非常多种，会长会根据日常生活中的密切度进行介绍。第一类是通讯卫星，通讯卫星不仅可以用于电话广播通讯，还可以用于电视传播、网络传输和军事的应用。它的作用旨在将地球上不同位置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中间建立通讯通道。
根据作用也细分为电视卫星、广播卫星和综合性卫星。而你现在拿起手机能够收看会长的节目，就是它们的作用。而这个也是唯一一个收入远远超过支出领域的卫星种类。第二类是定位导航卫星，这类卫星用来确认物体在地球表面、空中和太空中的位置。每次定位都需要同时至少4颗卫星与终端之间信号传输，测算所在位置。掏出手机的你，每次手机后台定位都需要同时和4颗卫星连线一下，是不是顿时觉得世界就握在手中？1993年由24颗卫星组成的全球定位系统，简称 GPS， 最初仅限美国军方使用。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国家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建立其他全球或区域的卫星导航系统，比如俄国的格洛纳斯系统、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欧盟的伽利略计划、日本的准天顶位系统、印度的星座导航，而其中前3位属于全球覆盖的定位系统，而第3类卫星属于观测卫星。对于地球的观测也称为地球观测卫星或地球遥感卫星。它的用途涵盖气象监测、环境检测和地图绘制。其中气象卫星并非只是对云层大气进行观察，它还收集其他类型的环境信息，像是城市的灯光、火灾、污染、极光、沙尘暴、积雪、冰图、洋流边界、能量流等。比如气象卫星图像有助于监测160多个活火山群体组成的圣海伦火山这样的火山活动。大多数地球观测卫星都在近地轨道运行，以便于所携带的仪器对于地球进行数据采集。根据所携带的照相机、光谱仪和雷达等设备，也可以细分为不同种类的遥感卫星。另外，为了观测不受大气干扰的其他天体，还发展出来专门用于观测其他星体的天文卫星，可以观察不同波长的宇宙现象，这使得它们可以用于拍摄行星，包括黑洞和类星体成分研究。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哈勃太空望远镜。2006年，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天线星系图像，2个螺旋星体几亿年前开始相互作用，图像中近乎微弱的物体都是包含数万颗恒星的年轻星团。影像左右两侧橙色斑点是原始星系的2个核心。想一想，一张照片就涵盖了几万个大小不同的太阳，在宇宙面前才真正感受到人类世界的渺小。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用来科学实验的科学卫星，用于侦察、军事加密、追踪甚至攻击的军事卫星。随着科技发展和科研军事的需求，越来越多细分的领域进行发展，比如细绳卫星、生物卫星、恢复卫星、天基太阳能卫星等出现。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讨论。另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具有独立能力将卫星送入既定轨道的国家共计12个。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具备设计和制造卫星的能力，但无法发射卫星，更多的是依靠外国发射服务。而所有已知发射的最小的卫星，我想也是最新的卫星，是2017年6月22日由拉萨发射的卡拉姆沙特卫星。该卫星重量只有64克，由3D 打印的碳纤维聚合物组成了3.8厘米大小的立方体。该卫星是由印度泰米尔纳德邦12年级的学生研究开发，使用前总统兼科学家博士的名字进行命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运行了12分钟。而已知的发射最远的卫星是1977年9月5日发射的旅行者1号，目前它还在以621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离开地球。1980年11月12日，它以最接近的方式遇到了土星。旅行者1号拍摄了一张土星的照片，太阳光使得土星的阴影落在环上，而飞越了42年的旅行者1号仍然和地球保持了联系。会长不禁就有疑问，为什么它不惧怕小行星的撞击？另外就是太阳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他还为了联系发现地外文明，携带了铜制的镀金唱片。但随着人们对宇宙的理解越来越多，人们认为主动去寻找接触外星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举动。我想了解黑暗森林法则的人都应该可以理解。另外，已知发射的最大卫星也是最重的卫星就是国际空间站了，它的长度为73米，宽109米，重量为419725公斤，由15个国家参与了该项目。1998年11月20日，第一个模块扎尼亚由俄罗斯自主研发的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发射，在距今的20多年里，经过了30多次组建扩充，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国际空间站是第9个空间站，同时国际空间站也是人类在近地轨道运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已经超过了和平号空间站先前进入了9年357天的记录。截止2019年9月，来自20个不同国家的239名宇航员和太空游客已经访问了空间站。上一次登上中国热搜榜的就是前面提到的 Space 公司载人龙飞船与空间站的首次对接成功，并成功运送了2名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而它也标志着商业机构承担太空运输的新时代。最关键的是 Space 公司的火箭第1级和飞船本身都能够回收再利用，这将大幅削减航天活动的成本。这位被称为现代版的钢铁侠、亿万富翁马斯克的传奇，有兴趣的可以留言，需要的话会长可以专门做一期关于他的内容介绍。看了以上的介绍，接下来会长将考考你有没有认真收看会长的节目。那么 B 站计划发射的哔哩哔哩视频卫星到底属于什么卫星？会长查询了它的相关资料，这颗卫星将在500多公里的轨道运行，可每天环绕地球15圈，重约172公斤，搭载了2个高性能的荷载相机。主荷载相机可以获取分辨率优于 0.92 米、画幅为11千米到9千米的超高清彩色视频。副荷载夜光专用遥感相机可以获取分辨率优于50米、宽幅大约200千米的夜光遥感影像。你可千万别告诉我这是电视通讯卫星。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会长也是希望能够蹭上这趟热点，涨关注度。6月下旬 B 站卫星即将发射，也是预祝发射顺利。喜欢会长的节目，别忘了关注会长、点赞、评论、转发。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介绍，废弃卫星如何处置？如果卫星因为损坏或者退休时，地面控制中心会启动卫星上的推进器，将其送至地球同步轨道更远的地方，也就是俗称的陆地轨道。我想到时候他们可以好好的蹦迪下卡拉卡。不过有些倒霉鬼可能就比较惨，毕竟推进器部分甚至超过卫星本身重量，其高昂的设计和使用成本，卡拉姆萨特这类卫星肯定没有。而这类卫星推行之后也只能孤独终老。而在此，会长也是祝他永久的双11快乐。